你知道我国最厉害的武道宗师是谁吗？我刚肯定会有人说是能一个打10个的叶问，或者是一代宗师霍元甲，但其实他们都不是第一，甚至就连叶问都只能排在倒数。为此我查阅大量资料，盘点出了我国最厉害的9大宗师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9，叶问，广东佛山南海桑园人。1930年，那是个武风兴起的时代，不过就属佛山汇聚武术种类最多，并且当时各门各派广收学生，经常聚在一起比武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而叶问也是凭借一身能够以一敌10的咏春出名，但他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过武功，十分低调。不过以金山爪为首的北方武师，为了在佛山扬名立万，于是就狠狠挫败各派馆主，并且金山爪为了挑战不问世事的叶问，甚至直接闯入叶宅逼叶问出手。后来叶问在妻子张永成的鼓励下出手，以熟练的咏春拳大胜金山爪。经此一战，也让佛山掀起了炽盛的咏春热潮，但以叶问的实力，还是只能排在倒数。第8，孙禄堂，他是孙氏太极拳即孙门武学创始人。年少时，孙禄堂曾拜河北吕奎元为师，学习形意拳。2年后，因为孙禄堂的武艺出类拔萃，李奎元便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师傅郭云深继续深造。不久，他便把形意拳的奥义学到手。然而他并不满足，又继续到北京跟八卦拳名师程延华学艺。由于孙禄堂本来功夫深厚，又得程师竭力指教，尽得八卦掌的精髓。之后年过半百的他，更是在民族危亡日趋严重之时挺身而出，先是打败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，又在年逾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亲命大武士板垣伊雄，故在武林中不须有虎头少保、天下第一手的美称。第7，杜新武，其自幼便聪慧过人，并拜严克、慈利甘彦人为师，学习南派拳术。在这里，他白天读书，晚上练武，最终学得一身好功夫。而时间马上来到1869年，这时他遇上了他的第2个师傅宝盖山的碧云道长。此时的碧云道长已经是洪门昆明分舵的香主，而在碧云道长的盛情邀约之下，杜新武便加入了洪门。但在之后没多久，杜新武这个刚刚入会的菜鸟就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那就是刺杀慈禧。虽然最后失败了，但他的这份魄力却值得可敬。而在这之后，他更是担任着孙中山的随身保镖，多次保护他的安危，并在之后成了有史以来第1位洪门和青帮的双龙头，统一了青红2帮。盘点我国10位最强武术宗师，今天他来了。第6，黄飞鸿，生于广东省南海县，其父黄麒英乃晚清著名武师，被称为广东10虎之一，武艺高强，所以黄飞鸿打3岁起就随父亲学武，习得虎拳、鹤拳，在7、8岁就开始跟随父亲闯荡江湖，以卖艺为生。随后在1869年又随林福成学习，练成铁线拳和飞陀等绝技。之后黄飞鸿更是直接对洪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，革除了以往南派拳法陈滞狭隘、动作重复之弊病，及各家之精华融会贯通，而创立了虎鹤双形拳。这也使得这套拳法既吸收了佛家拳的凌厉攻势，又吸取洪家拳的严密手势，拳势威武，同时也让黄飞鸿成为了最具代表的洪拳大师之一。第5，董海川，生于清代嘉庆年间，其天生魁梧，臂长手大且力量过人。青年时为追求武道行走江湖而云游四方，同时他为了不给家乡族人招惹麻烦，于是就改名为海川，意为江海百川之一海川。而在这期间遇到了云盘老祖传授奇技，从此创立八卦掌。清朝咸丰年间，董海川流落京师，在王府当差。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太极拳师杨露禅奉诏在肃王府与府中拳师比武，连战连胜，最后竟将一拳师打入圆网之上。而这时董海川手托菜盘由此经过，立即飞身上网救起拳师。董海川遂与杨露禅相斗，双雄对峙，胜负难分。从此太极拳以八卦掌各立门户，桃李营门流传后世。第4，陈真，民国初年，大侠霍元甲决定在上海租界创立精武馆，利用中华国术来培育未来主人，以剑魄强身来稳固中华志气。从此精武门声名远播，成为上海第1大馆。不过此时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家对中国虎视眈眈，于是就用计害死霍元甲。而陈真在得知霍元甲被日本人害死后，便马上从日本回国，赶回精武门，先是找到战胜霍元甲的日本武士将其打败，并随后找人验尸，确认他师傅是被人毒死的。而此时真凶日本将军藤田下战书挑战陈真，于是陈真和霍元甲的儿子一同前往决战，最终报了杀师之仇，为霍元甲申冤正名，并在之后重建精武门。精武门自此再次声名远播。盘点我国古代最厉害的武术宗师，今天他来了。第3，霍元甲，他是清末著名的爱国武术家，出身于镖师家庭。由于幼年体弱，父亲霍恩帝便不许他习武，担心元甲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。但霍元甲志存高远，每次都在父亲传授兄弟武功的时候偷看，并在舍外枣林苦练，这使得他武艺进步飞速，很快在兄弟之间出类超群。他父亲看到后也是一改常态，将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他。而霍元甲以武会友，融合各家之长，将祖传密宗拳发展为迷宗艺，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。随后就开始叱咤武林，一
一生未逢敌手，故将其排在第3。第2，杨露禅，直隶省广平府人。杨露禅为了学拳，在18年间3下陈家沟，深得陈氏太极拳传人陈长兴所传精髓，拳线运用高妙，所向无不匹靡，并在学拳一成之后返回家乡设坛教拳。而在晚年，杨露禅因每在擂台上与别家武者比武较量，出手即见红，也被誉为打遍京城杨无敌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对这位武术宗师可能还不太熟悉，但杨露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太极拳发扬光大的武术家，并且其在成就威名后仍淡泊依旧，不为浮华虚荣所累，这也是杨露禅能受到后人敬重仰慕的原因，可赞无愧为武林中一代宗师。第1，李小龙，相信大家对他并不陌生，他是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、截拳道创始人、中国功夫首位全球推广者。因为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也是一个武术大师，所以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学武，而他也是十分刻苦，每天4点就起来练拳，这也让年仅12岁的李小龙就已经学会了咏春拳、洪拳、虎背拳、双截棍、北腿等多种武术。之后李小龙更是习百家之所长，自成一派，创立了截拳道。之后李小龙又拜了武术大师叶问为师，从咏春长桥发力，演变改造寸拳。然后李小龙更是在美国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全世界，让全世界各地的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武术的魅力，所以将其排在第1，实至名归。